这位开膛手老太，她凭借恶毒心肠、精湛演技和娴熟刀法，将开膛手杰克的残忍与斯拉夫神话中吃人巫婆巴巴雅嘎的诡谲融为一体，成为令圣彼得堡人心惶惶的噩梦制造者。圣彼得堡这座位于俄罗斯西北部毗邻芬兰湾的城市，由彼得大帝于1703年建立，曾作为俄罗斯帝国首都长达200余年。一战后，它因纪念列宁更名为列宁格勒，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才恢复旧称。如今，这里不仅是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港口与军事基地，更是坐拥超500万人口的文化、经济和交通枢纽。谁也不曾料到2015年的一桩碎尸案会让这座历史名城瞬间登上热搜榜首。2015年7月26日，一个周日的午后，一对年轻夫妇带着爱犬在郊外散步，行至池塘边时，狗狗突然挣脱牵引绳，疯狂冲向草丛，任凭主人如何呼唤都不肯回头。夫妇俩心生好奇，循声走近，只见狗狗正围着一团湿漉漉的亚麻布打转，布团周围弥漫着刺鼻的酸臭味。他们小心翼翼地解开亚麻布，眼前的景象让二人魂飞魄散，里面竟是一具无头无四肢的女性躯干。惊恐之下，夫妇俩立刻拨通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后，初步判定死者为一名年长女性，但因尸体残缺，身份难以确认，为尽快查明真相。警方在周边区域展开地毯式走访，询问居民是否见过可疑人员或有年长老人失踪。很快，一位住户提供线索，几天前凌晨曾看到有人在附近丢弃沉重的垃圾袋，且邻居瓦伦蒂娜老人已失踪多日。循着这条线索，警方找到瓦伦蒂娜的公寓，敲门后，开门的却是68岁的塔马拉·萨姆索诺娃。面对询问，塔马拉淡定表示自己与瓦伦蒂娜是好友，已合租4个多月，对方几天前出门后便再未归来。当警方提出要搜查公寓时，他竟爽快应允。公寓内杂乱不堪，但警员很快发现浴室的亚麻布不翼而飞，墙上还残留着飞溅的血迹。铁证面前，塔马拉不再伪装，坦然承认自己就是凶手，声称是因瓦伦蒂娜先动手袭击，他为自卫才失手杀人。然而在警局的深入审讯中，他却道出了另一个版本。4个月前，塔马拉因自家公寓翻修，经朋友介绍结识了79岁的独居老人瓦伦蒂娜。瓦伦蒂娜同意让他免费入住，条件是塔马拉需照料自己的生活起居。起初两人相处还算和睦，可日子一久，琐碎的矛盾逐渐激化，争吵成了家常便饭。瓦伦蒂娜多次因争执要求塔马拉搬走，却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7月24日，两人又因洗碗问题爆发激烈争吵，瓦伦蒂娜再次下了逐客令。担心无家可归的塔马拉心中顿时起了杀念。当天他前往药店，花言巧语骗购了一盒治疗精神疾病的强效镇静药。随后他又去超市买了瓦伦蒂娜最爱吃的鹅肝沙拉，回家后将整盒约50粒胶囊磨碎，全部掺入沙拉中。或许是药物味道被调味料掩盖，又或许是瓦伦蒂娜味觉退化，他竟毫无察觉地吃光了整份沙拉。次日凌晨2点，塔马拉起身查看情况，发现瓦伦蒂娜直挺挺地躺在客厅地板上，虽还有微弱呼吸，却已因药物陷入深度昏迷。见此情形，塔马拉转身去厨房拿了2把刀，又取出从邻居家借来的钢锯，如同木匠做工一般对瓦伦蒂娜痛下杀手。为掩盖死者身份，他还将头颅和双手放进炖锅蒸煮，试图破坏指纹与面部特征。警方调取的公寓楼监控完美印证了塔马拉的供述。画面显示，7月25日凌晨2点21分起，塔马拉多次拎着沉重的垃圾袋往返于公寓与楼下，前后共丢弃了9次垃圾，甚至有一次直接提着炖锅出门，显然是垃圾袋不够用了。一个看似和蔼的老太太为何会做出如此残忍之事？这一切还要从她的人生轨迹说起。塔马拉·萨姆索诺娃于1947年2月5日出生在一座名叫乌茹尔的小城。高中毕业后，他考入莫斯科俄罗斯国立语言大学。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堪称凤毛麟角。毕业后，他迁居圣彼得堡，于1971年与丈夫阿莱克西结婚，定居在当地一栋老旧公寓楼里。丈夫在修车厂工作，塔马拉则凭借文凭进入欧洲大酒店任职。这家酒店曾是19世纪欧洲最奢华的酒店之一，柴可夫斯基等名人都曾在此下榻。他在酒店工作至40岁，随后辞职退休，生活看似平静无波。转折发生在2000年，53岁的塔马拉向警方报案，称丈夫阿莱克西失踪。她告诉警察，丈夫近期常与自己争吵，大概率是有了外遇，跟情妇私奔了。警方调查许久，始终没有找到阿莱克西的踪迹，加之两人已结婚30年，警方并未怀疑塔马拉。这起失踪案最终不了了之。丈夫失踪后，塔马拉失去了经济来源，也倍感孤独。于是他决定出租公寓里的一间房，既能赚取租金，又能找人作伴。2001年夏天，他迎来了租客弗拉基米尔。
相处日久，两人竟发展成情侣关系。可这段关系仅维持了几个月，便因一场激烈争吵宣告破裂。弗拉基米尔愤然搬走。2003年，塔马拉又招了新租客塞尔盖。44岁的塞尔盖比他小12岁。不出意外，两人再次发展为恋人。然而争吵依旧不可避免，而这一次塞尔盖在大吵一架后彻底消失，再也没人见过他。从此塔马拉的公寓仿佛成了一个魔咒之地，他的租客大多是比他年轻的男性，且无一例外在与他产生亲密关系后都会离奇失踪。邻居瑞娜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塔马拉是个极其怪异的女人，她常常身着长袍光着脚出门，哪怕寒冬腊月也不例外。她总说白天很危险，有人想闯进她家，因此养成了昼伏夜出的习惯，经常半夜独自外出散步吃宵夜。更让瑞娜后怕的是，案发时塔马拉用来分尸的钢锯正是从她家借走的。塔马拉的疯狂杀戮持续了10几年，直到2015年的瓦伦蒂娜案才终于败露。7月29日，案发2天后，塔马拉被带上法庭。面对媒体的闪光灯和记者的追问，他非但没有丝毫悔意，反而兴奋不已，面带微笑地向记者飞吻，活脱脱一副当红明星的姿态。他甚至对着镜头说，我知道你们会来，真让我有点不好意思，现在整个城市的人都认识我了。听证会上，塔马拉爆出更惊人的消息，他不仅承认杀害瓦伦蒂娜，还主动坦白，在过去20年间，自己一共犯下了10几起谋杀案，瓦伦蒂娜是他的最后一个目标。我为这场庭审准备了10多年，我是故意犯下这些罪行的，我实在没办法继续活下去了。做完这最后一案，我的犯罪人生也算圆满落幕了。庭审结束后，警方带着塔马拉回到案发现场，他用警方提供的塑胶人偶绘声绘色地还原了借钢锯、下药、分尸、抛尸的全过程。根据他的供述，警方找到了瓦伦蒂娜的部分遗骸，但法医检测时发现死者的肺部不翼而飞。尽管塔马拉矢口否认，可警方在公寓里找到的证据却让这一可怕的猜想愈发清晰。公寓的客厅桌上摆放着数本占星学与黑魔法书籍，书中多处提到一种迷信说法，吃什么补什么。而塔马拉常年患有呼吸系统疾病，不难推测他极有可能是受这种邪说蛊惑，才对受害者的肺部情有独钟。在书籍旁，警方还发现了一本笔记本，里面是塔马拉用英、俄、德3种语言混杂写下的日记，内容时而叙事，时而写诗，时而只有零散的词语。日记不仅记录了他的作案心情，更详细记载了10几次谋杀的细节。最早的一起可追溯到2003年。其中一篇写道，2003年9月6日，我杀了租客弗拉基米尔，在浴室把他切碎后装进垃圾袋，丢到了弗兰茨基区附近。日记中还细致描述了弗拉基米尔的纹身特征。警方查阅2003年的旧案档案，果然发现一具男性无头尸的纹身，与日记描述完全吻合。更关键的是，当年包裹尸体的垃圾袋里有几页从某本书上撕下的纸。而在瓦伦蒂娜家找到的一本黑魔法书恰好缺失了这几页。由于案件影响恶劣，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特勤人员类似美国 FBI 介入调查，他们发现所有受害者都被残忍分尸，且凡是能找到躯体的肺部全都不知所踪。邻居透露，塔马拉曾多次在聊天时对臭名昭著的罗斯托夫屠夫安德烈奇卡提洛赞不绝口，直言这位在12年间杀害53人的连环杀手是自己的偶像。而他分尸的手法竟与奇卡提洛如出一辙。警方调取塔马拉的就诊记录后发现，他曾多次被诊断出患有精神疾病，甚至3次被强制住院治疗。尽管塔马拉自称犯下13起命案，但经警方长期调查取证，最终只能确认其中11起，受害者多为他的租客。此外，警方还高度怀疑她的丈夫阿莱克西、婆婆乃至亲生母亲的离奇失踪也与她有关，这些与她最亲近的人都像那些租客一样突然消失在了人海中。塔马拉的好友安娜·卡特琳娜向警方证实，塔马拉曾亲口承认杀害了婆婆。当安娜劝她自首时，塔马拉瞬间目露凶光，威胁道：“我会把你切成碎块喂狗，你最好别惹我生气。”在量刑听证会前，检方对塔马拉进行了全面的精神评估，结果显示她患有严重的精神障碍和反社会人格。法官曾问她：“你觉得自己应该被判什么刑罚？”塔马拉却笑着回答：“您说了算，法官大人，我有罪，理应受罚。”最终，法官考量其严重的精神问题，于2015年12月判处塔马拉无限期强制入住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听到判决的那一刻，塔马拉竟在法庭上开心地拍手微笑，对这个结果表示十分满意。警方对他涉嫌的其他案件至今仍在调查。至于他是否真的吃掉了那些受害者的肺部，警方的回应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场由开膛手老太制造的连环杀戮噩梦虽已暂时落幕，却给圣彼得堡乃至整个俄罗斯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恐怖印记。